长久以来，世界都笼罩在美国霸权的恐吓之下。在看到别国发展势头强劲之时，美国就开始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打压，生怕自己霸权地位受到威胁。而在美国的打压之下，很多国家的生存状况变得举步维艰，甚至还更惨。比如，在美国高强度打压之下，曾经盛极时的苏联就宣告了解体。而另外一种情况是，其他实力相对比较弱的国家在面对美国的制裁时，也只是敢怒不敢言，更别说是将美国恶人的形象公之于众。然而，中国却成为了这其中最特别的例外。在美国的高强度打压之下，中国非但没有被压服，反而还大力发展了自身，同时也更加坐实了美国的恶人身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日前，美国脱口秀演员李坎普在一档节目中再次抖起了包袱，其反讽道：中国试图不通过单方面制裁，而是搞经济霸凌，来让美国看起来很坏，并直呼这真是个卑鄙的计划。从字面意思来看，这句话仿佛是将矛头对准中国，但其实细品就会发现，这些话矛头句句指向美国自身。在面对强大崛起而来的中国时，美国开始了毫无底线的打压遏制。在经济上，美国大玩贸易战把戏，不顾贸易法的规定，单方面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。在科技上，美国对中国出下最狠的芯片禁令，试图从源头上阻碍中国科技发展。而在军事上，美国则更是过分，三番五次派遣军机、军舰到中国周边进行挑衅举动。而很多时候，中国面对这样的制裁时，都最大程度地展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，没有选择与美国针锋相对，而是默默发展自身。这也才有了美国口中所谓的经济霸凌。也正是因为中国坚持发展优先的战略，才使得美国的诡计没有得逞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国没有和美国一样束手制裁，更加凸显了美国的阴暗恶劣。尽管李坎普是反讽美国，但是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认知似乎已经成为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共识。因此，在对中国制裁不成的情况下，美国就把气撒在了最亲密的盟友日本身上。日前，据多名日美关系人士称，拜登政府将有意再次要求日本方面提高驻日美军驻留的经费。这似乎可以理解成，在强势崛起的中国经济面前，美国似乎只能通过向盟友索要更多的军费来掩盖同中国的差距吧。这下日本真成出气筒了。据美国媒体福布斯在近期转载了一则新闻，消息来源是美国智库2049研究所的军事专家伊森的一份台海研究报告。美军事专家伊森在报告中提到，台湾地区多山，如果按照正常的军事部署来看，中国大陆想要着手进行统一，那么台湾有14处海滩，十分适合解放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，但他们不一定会这么选。报告提到，这14处海滩适合两栖登陆，但是也同样缺少足够的掩体。如果被守军发现，解放军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伤亡。而相对于拥有足够压制力的远程火力支援，解放军其实不一定会选择这些容易产生伤亡的地点。那么其需要满足快速两栖作战，又符合解放军能够大规模登陆的需求，那么就可以锁定台湾的多个港口。伊森在报告中提到，解放军至少可能锁定10个台湾港口，但是这其中很多是商业港。解放军的目的是为了统一，而不是为了实施破坏和摧毁。因此，目标港口地区又不能过于城市化和发展程度高，因此解放军可能会选择的地区就似乎只有台中港了。而且就地理位置来说，台中港距离大陆仅160公里左右，一旦解放军动手，很快就能够兵临城下。美军专家认为，台中港的东南方向有山脉作为防守，而后面就有多个大型军事基地，一旦到战时，台军必然在该地区进行固守防御。不过，解放军拥有足够的火力压制，在先锋部队登陆港口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将山脉和背后的军事基地实施火力覆盖。一旦解放军拿下港口，就能够快速抢占东南方向的山脉有利地形，修建简易防御工事。这个时候，台军想要反攻，可就难上加难。毕竟台军可没有解放军这种优势的火力打击能力，而且伴随大部队通过港口快速登陆，此时解放军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也算是顺利完成。在拥有一个稳固的登陆地点后，解放军的攻势也就几乎成型。即便美军前来支援，台军也毫无希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伊森也认为，解放军拥有巨大的兵力和军事技术优势，未必就会是单一的登陆计划。围绕台湾岛防守薄弱，很可能会充分利用伞兵空降、两栖登陆、直升机奇袭、无人机制造混乱等方式，在短时间内彻底攻破台湾防线。在7月28号，有台媒中视新闻网报道称，台军宪兵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接到台当局的命令，要求其背负自研的红隼火箭弹，在夜间开始巡视台当局办公地区和总统府等建筑群。
之所以这么命令，台军给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解放军突然执行斩首行动。而一向作为台当局喉舌的中央社还透露，初步执行命令的是台湾装甲步兵第239营，从28号凌晨开始执行台北地区的卫戍训练任务，结合总统府的建筑群环境特征，强化防卫作战能力。尽管说法上有些冠冕堂皇，不过在外界看来，明显就是台当局被当前台海紧张局势给吓到了，担心解放军突然动手快速收复台湾，同时执行斩首行动，加速统一进程。因此，台委紧张地命令台军要夜巡总统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次台当局的命令中特意提到的红隼火箭弹，是一种为全天候作战研制的单兵火箭。从台湾上下对红隼火箭弹的态度来看，似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这种单兵火箭配置光学瞄准和夜视仪器，整体重量轻，具有便携功能。在其官方的描述中，还刻意强调了防水、防泥沙的功能。可能单纯就是想要吹自己的全天候能力。就数据来看，台军的红隼火箭弹能够兼容2种火箭弹，一个是破甲弹，有效射程是400米左右，穿透力达到5米。额外要注意的是，台当局似乎从来不愿意透露这穿甲5米到底穿的是什么。另一种可兼容的火箭弹是攻坚类型，有效射程就只有150米了，用于破坏30厘米的砖墙或者厚度20厘米的钢筋水泥墙体。光是数值上来说，就已经完全不是我军同类型装备的对手，更不用说还要考虑到台当局一贯喜欢夸大其词、修改参值的习惯，真实数据可能还要下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观察人士调侃，台当局一边向美日献媚，一边又在害怕解放军动手完成统一大业，着实有些可笑。而且，如果解放军真的有斩首的意思，靠一堆草莓背着火箭弹能有什么作用？一枚导弹或者远火一轮火力覆盖，什么都没了。借着中国崛起的势头，印太地区也顺势成为了国际热点地区。其中，以美国为首的域外敌对势力频繁聚集在中国海域周边，他们似乎是想借着在中国周边保持军事存在来搅动地区局势，从而分散中国注意力，阻止中国崛起进程。尽管在国际法的规定范围内，各国在南海享有一定的航行自由，但是如果是出于挑衅目的在南海自由航行，那么中方绝不会答应。日前，英国航母编队正式进入到南海海域，而其接下来的挑衅动作也备受关注。早在其进入南海之前，美国就开始怂恿英国军舰进入到南海岛礁12海里内挑衅。谁都清楚，12海里领海基线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。一旦英国军舰真的闯入这一红线内，那么无异于直接向中国主权发出挑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是主权国家，就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挑衅行为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英国硬闯南海的可能性很大。一方面，英国此番前来就是跟随美国的挑衅步伐。既然美国老大哥都发话了，那么作为忠实的小弟，不得不慎重考虑这样的提议。而另一方面，英国军舰不久前已经有过这样的挑衅先例，其在黑海闯入俄罗斯领海基线内进行挑衅，遭到俄罗斯的实弹驱逐。可以说，目前的南海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。英国人也表示，英国舰队的这次南海挑衅之旅是英国舰队自40年前马岛战争以来最危险的部署行动。而针对英国军舰接下来的可能动作，中方下出了一道逐客令。中方明确声明，南海是中美博弈的前线，因此奉劝其他域外国家躲远一点，不要自找误伤。中方这样的表态似乎是对英国出手前最后的警告，决定权现在在英国手上，如果他们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航道行驶，那么两国将会相安无事。而一旦其暴露出险恶用心，硬闯中国南海，那么中方别无选择，只有迎头给予痛击。解放军已经做好开枪的准备了。这一次并非是妄言，而是得到了我国权威的证实。日前，我国国防部对于英舰挑衅事件做出了正面回应，无间大校重磅发声，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出于挑衅目的来到中国周边，否则中国军队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给予坚决有效应对。这一切只在于英国会不会迈进那条线。